大家好，现在我在重庆酉阳的大山里，我身后这个山上啊，住着一个悬崖村寨，至今都不通公路啊，仿佛像世外桃源一般。今天咱们就上去探访一下。这个下方啊，有森林覆盖啊，就感觉不到险峻啊。实际上，现在咱们是行走在这个挂壁小道上的。这一条小道呢，也是悬崖村村民出山的唯一通道。我们可以看一下，这个下方就是万丈悬崖呀，只不过有一些植被，所以我们不大感受得到。再加上它这个小道呢，路面还比较宽啊，差不多有1米的一个宽度。这个小道啊，当年都是人工开凿的。我们可以看到上面这些石头都有点松松垮垮的，可能当时他们开凿这条小道的时候呢，也是费了很大的功夫吧，可能也用到了一些什么雷管啊、炸药啊之类的。这个上面这个村庄呢，叫做贝子坨啊，整一个村庄就是住在悬崖之上的呀，非常的漂亮。看这个样子啊，马上就要到悬崖村庄了。因为这个地方的地名就叫贝子坨，所以说它肯定是在驼峰上的一个村庄。它的两边啊都是很深的峡谷，而且还有崖壁，所以说这个地方没有通路呢也是很正常。你看看对面都有挖了毛路，但是这个地方没有挖过来的原因呢，确实是这个地方地势太险要了哈。崖壁上没有办法通这个公路过来。我们现在已经看到有房子了，不过那个房子废弃了啊，一看就是没人住的。不知道这个上面还有多少人居住啊？感觉像是一个废弃的村子一样啊，都没什么人住了。但是房子还很多呀，看下边也有房子，这个上边也有。我们先到下边去吧，因为下边那儿可能会看得到整个村子的一个全貌。这个山顶还是比较平坦的，但是非常的可惜，这些房屋边上的土地都已经丢荒了，这些草长这么深。哇，这边看到有一些地在种，然后有养一些鸡，不过我们看大片的房子都已经是废弃了的。大门都是开着的。吃饭没得？那你好。错，他是他不咬人，他是在出声音。不咬人哈。他认到了，他就过来新加坡。哦。你们现在这个上面还有好多家人住啊？坐。我说这里还有好多家人住啊。我说了都有点屁股，你那都弄啊不听干。耳朵也听不到啊？啊？耳朵听不到啊？哎，这个都弄了。哦，等于这些房子都没人住了。没了，在这儿还有几家人哇？还有3家人，6个人。3家6个人。哎。就整个寨子只有6个人了。哎，赶紧打工去了。哦。这2个老人家，他们好像耳朵都不是很好，所以说交流起来有点费劲啊。我们到上面去看一下，看着这些房子真的是感慨万千呐。以前都有很多的人，现在就6个人留守在这个山顶的悬崖村寨。耶，这里还养了好多蜂子，你们家养的是不？你们家养的啊？我啊，那牛油呢？那都有的啊，家还没有小的家。哪边牛啊？还没走，用去了。啊，昨天就来等司机啊，永远的。来投谁干？有羊呢？啊。那里有哪个好玩的嘛？今天我们去了。
家看不到，你说他们那几些都说好看啊，阿明反正都是自然的生意噻。哦，原始森林哈。生了也人要去赏树，生了好看啊。等于你们这个村子周边都是全部是矮矮，啊，哎呀，啥子？要送得还是啊？都是矮矮。这里是平矮，这边大家都是下金家坝下去。啊。二代是河都的嘛。你们在贵姓呢？姓陈，都姓陈吗？姓陈姓冉。姓陈姓冉。他的是姓陈，我的是姓冉。你是这点儿的人嘛？啊。也是这上面的。这个上面总的有好多户人家呀？哦，现在是没得几家来的。以前呢？以前是反正170-180个人。有170-180个。那得30-40户哈。在这养蜂子。哦，你们在这儿养蜂子？哎，对，我们自己家人就是他们就是在这养蜂子。哦，180个人，现在就你们几个人在？是了嘛。这上边好哦。空气好，或者啥？遭新冠病毒你不得遭了我们噻？哦，遭新冠的时候。遭新冠的时候，我们这几个人都没遭。就一直在这里。一直就在这，没出去。是。是了嘛，空气好。哎呦，我看阿姨你挺开心的一天。是了嘛。那叔叔，你给我讲下你们这个地方啊。哪家是土匪的房子吧？他们说的。他这个东府啊，像。就是第一项是吧？他是乡长。乡长。他要有饼了嘛，这儿。哦，他姓哪个？叫冉玉莲。冉玉莲。他的名字实际叫冉龙元。姓冉了嘛？但是全部是姓冉，我们是姓陈，我们是解放那个在湖南没得扎县。等于以前这个上面全部姓冉。全部姓冉。就是土匪窝了嘛？是这个意思吧？这个叔叔带我去看一下曾经土匪最后居住的地方。这房子烂了，好可惜哦！啊，我说这房子烂了，好可惜。大多数都是70几年才做的了嘛。70几年修的房子啊？哦。他们是全部搬迁了吗？是啷回事嘛？他这不同路啊，避到去离开。哦，是。这个房子也是够大呀，长5间的。长5间了嘛？啊，这些房子多收得大哦，都是长5间哈。收到的。哦哟，这2棵树好大哟！这一树，也许爬到你这里就找不到这个，这个是松木，叫红沙。这个是哪个树树啊？松沙。这个里边沙还有几浪，你看带了不？那大的。这个树真的大耶。大家看这棵树啊，就从崖壁这里扎根进去，竟然长这么大。这个树最少也是好几百年了。那不是大几百年是吧？打水的去的，打不带水的去不带。有些他走了，咱就不敢过去了。对，他总是有点怕。这个不害怕哇？耶，我听你的是对的，过来这边确实好看。你看嘛，那些山生的好噻啊。对，哦，这山生的真的好看。你给我注意啊，你要在这派要安全第一嘞。对，这条小道啊，就是这个村子背后的。你看过来这边看的，就像一片世外桃源般呢，真的是很好看。这里有很深的一个大峡谷，这个下边吧有好几百米深喽。不是有几百米，随便嘛200米深哦，200米都不止，太深了这个下面。不虚此行啊。对，好看。这个地方是一个眺望台啊，这个叫马洛克，就是我们现在站的这个位置啊，叫马洛克啊。这个是猫啊大，你看啊，这一对儿嘛，再一个阿是个猫。那边也是个猫，马洛克啊。哦，这个是个猫一对儿。你看这些可以噻啊，你看这个的风景好看哟。那些。这个地方就是一个观景台。你看那个乡长啊，就是大动物跨出来的，你看到没？他在跨过的噻。哪点？对嘛，半个他跨出来的。他跨进来的，他就在那一个爱情洞，
他就过去和解放军打了嘛。哦，为了他当机立断了，没办法，他这个偷个自尽了嘛。这个贝子坨村庄啊，真的是太漂亮了。它就居住在悬崖峭壁之上，而且我们看到居住的地方呢，一边一个小山头，后边一条来龙。怪不得住在上面的土匪能够在这里盘踞上百年的时间。而且整个上面土地肥沃，水源不缺，沿着这边的崖壁过来之后，这里很深的一个峡谷，这个峡谷里面有大面积的农田，所以说在这里居住简直太舒服了。这个地方就是古代的一个卡口位啊，这边是一个猫头，这里是一个狭长的地带。那么他们村上的人种田呢，就到这个山下去种。如果大家喜欢徒步的人啊，可以来到贝子坨村之后，再从贝子坨背面的悬崖峭壁下到峡谷底，我相信里面的原始森林应该非常好看。只不过今天我是一个人呢，我就不进去了。这一栋房子呢，就是地主家的房子啊，现在都是杂草丛生啊。看看这个前边，全部都是这么深的杂草。整个这里的木房建筑呢，它是楼梯形的啊，建得还挺漂亮的。特别是我们从空中来看的话，这边这些房子呢都是没人住了啊，想想还挺可惜的。这里有大好的农田，在这个山顶3号住。那我们看看前方呢，左边右边都有一个山峰护着。那么我们呢是从这一边这个峡谷这儿过来的，这个地方简直是天选之地啊，易守难攻。怪不得当年解放军来这里打土匪的时候，都攻了3次才攻上来。这个叔叔家养了几十桶蜂，现在正好有一桶蜜蜂在分家，他去招这个蜜蜂去了。大家觉得这个村庄美不美？说了古代，咱们说一下现代啊。现在呢，这里总的是30-40户人家，一共有180人左右，但是都没有在这里居住了，只有6位老人，啊，在这里，他们都是在这里养蜜蜂的。一年在这里养蜜蜂呢，也可以卖个几万块钱。如果大家想体验一把这种山寨生活呀，倒是可以来这里小居几天，因为有那么多的空房子嘛，可以找主人家商量一下，在这个上边呀，居高临下，一夫当关，万夫莫开啊，可以体验一把当年3代王的这种感觉哈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的视频呢就到这里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太不可思议了，在广西的大山深处，我们发现了一座特别神奇的石拱桥。这座石拱桥由无数的单体条石拼接而成，整个跨度之大，看起来非常的震撼，但又感觉很秀气。这不得不让人怀疑它的结构是否稳固，承固能力又怎么样呢？带着这些疑问啊，今天我们就一起到桥上去感受一下。朋友们，大家好，现在我在广西河池平南乡的拉磨，这座桥呢就在我的身后。我们知道啊，在大山里有很多的这种石拱桥啊，但是他们建的呢都是非常的结实。这个石拱桥呢，看去给人一种什么感觉呢？就是它不结实。你看哈，它就是一块一块的条石，这样呢拼接过去的，整个只有一块条石，所以说呢，看去给人感觉非常的单薄。有没有那种感觉？人上去踩的话都有可能塌。我们到那个桥上去啊，看看它中间是怎么样去粘合的，好吧？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桥拱下面，像那边的话长了好多的草，那么它不是一整块的条石，它也是几块这样拼接起来的。这个下面呢做的是严丝合缝啊，做的非常的精致。你看这个底座，对吧？它都是直接从这个河底然后起出来的底座，包括那边也是一样的。侧面的话就是这种一条一条的这个接缝，它的条石的大小呢，也基本上是差不多大小的。这座桥的建造呢，应该是有非常多年了。那么它的粘合剂是什么呢？我们大家可以来看一下，它这个
填缝剂啊，就是中间的这种粘合剂啊，它不是现在的这个水泥这些东西啊，看到没有，有一点发白啊。那么在几十年前、上百年前呢，咱们来建造这个拱桥啊，包括这个其他的一些东西啊，那么都是用什么呢？用糯米来加上石灰等等啊，来做这个粘合剂。所以它这个粘合剂呢，就粘得非常牢啊，感觉比现在的这个水泥都要牢。有的朋友可能会问啊，这个桥是如何建成的呢？它建来的目的又是什么呢？其实目的很简单啊，就是那个时候呢，建来两地的村民呢步行方便，因为下边呢是有一条河流的嘛。大家不要看这个简单的桥啊，建桥的时候可是花了大功夫的。首先，它下面要起一个拱。起一个木板拱，把这个木板全部把它定成这个拱桥的一个形状，下方还要撑柱子，然后呢，再把这个条石一块一块的往上面堆砌到中间，特别是中间卡进去那两个石头呢，是需要量身定做的。他把它卡好了之后，粘合剂这些全部整好了之后，再把下面的柱子拆掉，明白吧？有一点大家可能不太明白啊。做这个石拱桥的时候，它不是像咱们做砖房，一天做多少一天做多少，不是这样的哟，而是把这个所有的石头全部把它摆放好之后，然后再用这个糯米加石灰做成粘合剂，在短时间，也就是一天之内，要把这个所有的缝隙填上粘合剂，然后我们再拆拆下面的这个木架子。整个上面的这个石头全部沉下来，大概要沉这么高，然后就压紧了。这样呢，糯米和这个石灰做的粘合剂呢，它就把这个中间的缝隙给咬紧，也是加固了咱们这个桥的一个作用。而且这个条石它本身在做的时候就做的斜切口，经过精度计算的，所以呢它咬得非常紧。这也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拱桥的这个弧形，你看。现在看去都是非常完美的，没有任何的变形。如果说是做这一类的拱桥，像做砖房一样，一天做一点，一天做一点的话，你最后就没有办法合拢。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明白哈，就是整个石拱桥合拢之前，它都是没有结构力的，每一块相对都是散的。只有在它合拢的那一天，把所有的粘合剂填进去之后，把这个架子拆掉，整个桥才算合拢。合拢之后呢，他们还需要去检查哪一块有没有什么问题。所以我们看去这些石头都是很粗糙的，但是这活儿却是要做的非常非常的细，才能把这个石拱桥做得这么完美。所以说呀，我们不得不佩服我们的先祖，就像这一座拱桥，就是他们的智慧结晶。好了，朋友们，本期的视频呢就到这里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Oh.